佳明，你回来了。签个月大夫了。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。肚子好饿，帮我做点吃的吧。我不会做吃的。没事，你随便做都好。这把是限量版的，老罗一直惦记着，求我卖给他，我让他想都别想。你说，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？钢琴陪了我差不多一辈子。小时候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疯跑，我母亲省吃俭用替我买了这个，我有点事做，其他的都是3宫6院，只有她才是正宫娘娘，托付给谁都不放心。给佳明呗，不给他，也不给你。怕我睹物思人啊？不会的。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，但总有一天，你要忘了，你要往前走。
是你不会，是你必须这么做。未来，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，还会遇到很多人，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。方太初会长大，你要陪着他长大。等他长大以后，你们会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。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想看到方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。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，你可有的受了。别说了好吗？不想听你这。同样是病人，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，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。他们有一个倒计时，在这个倒计时里，他们是安全的，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，可以上天下地，跳伞潜水，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。我呢？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。也许这一秒，就是我最后一秒。也许我看你这一眼，就是最后一眼。没事的。喂，小何啊，那个，忙着呢吗？啊，我在实验室呢。那我们打电话不打扰你吧？没关系。你有事儿吗？啊，那个，我是想问你，那个有空一起吃个饭啊？你结婚了吧？啊，是，我是结婚了。
那你请我吃饭，你爱人知道吗？我们这……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乐。他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。本来呢，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，毕竟他现在还太小，所以当着他的面，我不好说什么。嗨，哎呀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。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？我们俩没可能。哎，是不可能。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？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，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。确实，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，看着瘦瘦小小的，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。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，所以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做鱼那次吗？啊，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，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你还哭了。我还哭了。你一边哭，一边叫着苏苏。这还哭了，这太丢人了。哎，那就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喂，哎，高升啊，他们陷害你爸，张嘴就要30万，说要不给呀，就要告他，就要让他坐牢。他要干嘛了？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。你说这孩子的话，这怎么能信呢？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。高升，你得想想办法呀。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？他们污蔑我，我没有。你爸，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他现在年纪大了，他不做那些事儿了。怎么了，苏苏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个畜生还在给我害人。别打了，他不会帮我的。他不管谁管呢？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？你这个老不死的！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，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，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你？这下好了。人家让咱们赔，让咱们倾家荡产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去坐牢吧你！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！
饭做好了，吃一口啊。别想那么多了。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。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，现在都已经过了追诉期，就算有人证物证，也没有用了。我得回一趟老家。干什么？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他。我陪你一块儿回去。我一个人就行。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，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有老公了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。能不能帮上忙我不知道，起码我能陪着你。这你姐夫小杰。哎，小杰你好，坐。哎，姐夫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小女孩你认识吗？就住在家对面那条街，他经常逗她玩，有的时候他还给她买零食。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，正好就碰到他把她抱在腿上，手还伸到……我知道了。他这么干可能也不是第一次。发生多长时间了？上周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们没有报警吗？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，不然就让他坐牢。妈把首饰都卖了。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？他们就担心那孩子的声誉，毕竟还小。有那家人电话吗？小杰，交女朋友了？没谈过。你年纪不小了吧？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，带到那个人面前。姐，那天我看到了，当时我就趴在地上，什么都看到了，全过程。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，我太懦弱了，姐。对不起。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已经晚了，我没有帮到你，还害了别人。我要是能早点。傻，没有错，是他的错，是他有罪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
我想自己进去，这事儿我得自己解决。注意安全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上来。去吧。孩子现在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我女儿现在天天做梦，害怕出门，都不敢去上学了。那他做的事儿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证据，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，你爸简直就不是个东西。是继父，甭管亲的厚的，这事儿你都跑不掉。还有我们俩的误工费，也全都你们来出。现在孩子可能需要心理疏导，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，钱我来付。怎么着？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发了？我已经说过了，至少30万。我想知道，事情都已经发生1周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报警？你们家宁愿让他坐牢，也不愿意出钱。我咨询过律师了，像这种案件，即使进入公诉期，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。你是想让我们告他？你们不想吗？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？想啊。想什么想？你告了他不就传出去了吗？这要是搁别人嘴里，不一定说出什么花样来。孩子还那么小，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呀？我们现在就想拿钱，然后赶紧搬走，离那个混蛋越远越好。那不就是逃跑吗？你们为什么要逃？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，这样你让你们女儿怎么想？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？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，因为没有喊出来？怪自己没有跑开，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。等到将来，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，远离朋友，远离人群，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，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间的善意了。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，我小时候就被那个畜生。真的，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，那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儿。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，她爱我，她会保护我，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阴影里。哎，等一下，如果我们报了案，真的还能拿到赔偿吗？当然，那要是他判了刑，
赔偿金额跟最终的量刑没有关系。他们说没那么多钱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做出最终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，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。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，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，这样是违法的。我明白了。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。那肯定的，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肯定是希望他好。吃饭了吗？你爸被他们带走了，罪有应得。他是被诬陷的呀。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？他只是给那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糖，怎么就成耍流氓了呢？那孩子才6岁，正反面都分不清楚。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，他做的所有事情，你都有功劳，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。警察已经立案了，除了那个小姑娘的证词，还有人证、物证。这次他跑不掉了。什么人证？猥亵幼女最多就判3年，但如果是多人、多次持续犯案，我把当年他强奸我的事儿告诉警察了，虽然已经过了追诉期，他没有办法单独立案，但是作为这个案的佐证，可以证明他是惯犯。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？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这个房子吗？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，我可以站在这儿，亲手指出他犯的罪。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，我喊救命，你没出现。小杰看到了，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，他全看到了。这一次，你们控制不了他了。小琪，不可能，那是他亲爹。这会儿，小杰应该跟警察快要谈完了。接着说。我睡到一半被吵醒了，听见我姐在厕所里哭，还喊救命，我就跑过去
发现厕所的门锁了，推不开，我就趴到地上，从换气孔里面看到，有了我俩的证词，警察会去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。一旦找到了新的受害者，那量刑就会增加。按他的年龄，应该会死在监狱吧？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呀？我今后可怎么办呢？他不过只是个魔鬼，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，杀不死，又好不了，就这么折磨着我。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了。这个房子呢，我不会再回来了，我也不会再管你叫妈。当然，你可以住下去，每个月我也会给你打钱。但是，你不要再控制小杰了。不管小杰他想去哪儿，他要做什么，你都不要干涉他，否则我会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。给你画展做的音乐快要好了，可是我觉得还差点东西。差什么？想录一些山顶上的风声，合在结尾。山顶上的风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吗？我听过草丛上的风声，湖面上的风声，还有骑摩托时从耳边呼啸的风声，那些都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我没有爬过山，所以我没有听过山顶上的风声。你没爬过山？医生说呢，爬山这项运动耗氧量大，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很高，所以如果我爬山的话，可能对心脏会造成负荷。如果严重的话，还有可能会猝死。还记得小时候学校春游的时候要去爬山，从来都没有参加过。我爸妈和我说，等我病好，要带我去爬山。结果这一等，就是一辈子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们是在骗我。他们知道，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爬山了。
我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，等攒些钱，我就租个房。挺好的，一步步来吧。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，他竟然没拦我。不用管他怎么想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。姐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？案子有进展吗？还在排查，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。估计能判多少年？多人多起，情节严重的话，15年以上吧。来，吃水果。小梅姐啊，这座山我爬着挺费劲儿的，我哥能受得了吗？这个坡感觉相对已经算平缓的了，所以说节奏啊和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，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，都要有预案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。终点啊，我们是改变不了的，但是去终点的路上，我不想让他有遗憾。可是小梅姐，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，这么大费周章吗？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，是我的执念。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，我让他带着遗憾走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如果是我，也想看看没看过的风景吧。哎，这不行，这速度太快了，心率波动太大了，不行不行。要是再慢的话，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。那分几天爬呗。走，往哪条路？这条。这边。反正大概就是这样，咱们不追求速度啊，要控制心率，量力而行。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，你就要马上说，要停下来，知道了吗？我负责背水和食物，还有其他东西，你自己就带好药、运动手表就行了。好。你脚是42码，试试这个。行吗？可以。是这个。你是真全啊！挺合。哦。还有这个登山拐杖，你挑一个，上面有刻度，可以按照身高调节。这个吧，试试啊。挺好的，怎么样？帅吧？帅。谢谢你啊。你会不会觉得做这一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？意义都是相对的。好漂亮。还行吗？可以。长那么大，第一次爬山呢。我们都爬这么高了。隔了半年，还没你们家楼层高呢。说真的，比我想象中容易啊。歇会儿吧。好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可以，小喘。这样可以坐一下，我收点其他的声音。
来，你歇会儿吧。这山顶的风声真的和平地的不一样，不上来还真不知道。来一口。没关系，做纪念嘛。雨落在额头，风吹满了衣袖。我穿行过路口，换车，各站停留，烟火里有邂逅，告别里有自由。愿我这一生成与我自己伴游，爱过谁都是最好的，却非必选的。还有风在吹，就有好运在路上。幸福当是我自己的，无需谁在